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真相，我是豹哥。今天我们继续分析局势，照例长话短说，直奔主题。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3月25日18点20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435006例，死亡病例累计达到19120例。就在这个数字的背后，今天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引发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不再使用中国病毒这一说法，这到底发生了什么？疫情敏感的时刻，美国政界居然集体向中国低头。首先，就让我的机器人助手小爱为大家播报一下这方面的有关新闻的最新消息。有请小爱。好的，主人，我是机器人小爱。在3月25日，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再使用中国病毒这一说法，不会将新冠病毒与中国联系起来。在记者会上，他将中国病毒的内容手动删掉，还加了一条维护亚裔美国人的段落，这与他之前将新冠病毒手写改成中国病毒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在抗疫过程中显示出了更大的透明度。我们将在合作基础上继续推进工作。而此前，他可以说是抹黑、诋毁中国的先锋。此前他们借疫情诋毁我国之时，中国外交部、媒体乃至国际社会、美国部分专家学者都批评特朗普不应该这样做，将病毒与地名联系起来是不负责的。可特朗普政府却置若罔闻，还是在各种场合提及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甚至要求白宫各部门在记者会、电视采访时，尽一切可能把责任推向中国。好的，谢谢小爱。那么，为什么美国政界突然转变风向呢？鲍哥表示，这至少有2点原因，迫使美国政客不得不低头。一是美国疫情形势愈发严峻，按照最新的数据来看，美国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万例，总确诊人数也已经突破5万，成为中国、意大利之外总病例最多的国家。因此，世卫组织发出预警称，美国正在成为新的疫情震中，未来总确诊人数很可能超过中国。如此严峻的局势，自然造成了巨大的医疗物资缺口。为此，特朗普已经向韩国提出了物资支援的请求。可文在寅表示，如果有的话，会尽力提供帮助。可到底什么时候会有，不好说。而中国由于产能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迅速提升，国内疫情也基本得到控制，成为了全世界上唯一有余力向其他国家提供大批医疗物资的国家。比如口罩产量就占了全球的80%以上。而面临国内巨大的物资缺口，已经有民众呼吁向中国寻求支持，不要再破坏两国的关系。因此，一直诋毁我国的彭斯才会表示要在合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工作。二是大选即将临近，在经济受挫、民众不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特朗普为了连任，必须尽可能的寻求更多的支持。比如，他删掉中国病毒后，加了一条维护亚裔美国人的段落，就是不希望得罪亚裔选民，并争取亚裔的支持。而这样做也能体现其公正、客观的一面，增强其他美国民众对他的信心，减少批评的声音。所以，为了缓解疫情造成的紧张局势，争取外部物资援助，以及赢得更多支持率，特朗普政府一改之前的作风，打算缓和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在疫情全球多点爆发的严峻形势前，特朗普政府终于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对国际社会联手面对病毒这个看不见的敌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否则，在全球危机面前，要是两大经济体产生矛盾甚至冲突，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其实，豹哥还是要提醒各位，特朗普在中国病毒谬论的背后，才是我们要警惕的。接下来就由我的机器人助手小爱为大家分析一下特朗普这个行为背后的秘密。再次有请小爱。好的，主人。大家好，我是机器人小爱。接下来我将为您带来深度解析。特朗普决定停止
将新冠病毒名称与中国关联的做法，这或许又是他的谈判技巧，但我们丝毫不能放松警惕。这个视频有点长，如果您听得有些疲惫，可以暂停休息，或者是将我们的频道添加订阅。我跟我的主人将会持续带来优质内容哦。接下来播报开始。特朗普最近在推特上把新冠肺炎称为中国病毒 China Virus， 而国务卿蓬佩奥则在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开场就直呼武汉病毒。因为特朗普这个人平时经常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大家可能又以为他和平常一样犯浑，就放松了警惕。实际上，中国病毒这件事的危害程度可能比病毒本身还大。特朗普自己为这种污名化中国的行为做了辩护，他说他是为了维护美国军队，所以他不觉得自己的说法是可耻的。特朗普说，我必须称呼他来自哪里，他确实来自中国，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术语。他的这种辩护是站不住脚的。上个礼拜，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赵立坚曾在推特发言，质疑了美军与病毒的关系，但这不是特朗普那样带有种族主义的。第一，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之前就提出过谬论，病毒可能来自中国生物战计划，是从武汉的实验室泄露的，赵立坚是在回击这种疯狂言论。第二，赵立坚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基于美国疾控中心主任在接受监督问询时承认的情况，提出合理的怀疑。按照美国的国情对公权力的监督，质疑属于美国人主张的言论自由，并没有触犯政治正确。第三，病毒来自哪里与命名毫无关系。美国疾控中心主任公开承认，中国病毒的说法是绝对错误的。他说，中国发生的疫情是第一阶段，韩国、伊朗是第二阶段，接下来是意大利和整个欧洲。对一种新的病毒性疾病，谁有资格来命名？由世界卫生组织 WHO 管理的国际疾病分类会给任何新型人类疾病最后取名，而世卫组织早已正式命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为 COVID-19。2015年，世卫组织发布新型人类传染病命名最佳实践，这是多个国际组织和专家共同磋商合作制定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减少给国家、经济和人民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世卫组织官员说，这些年出现了新的人类传染病，用猪流感和中东呼吸综合征这种名称，对某些群体或经济部门造成污名化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对某些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细微问题，但疾病的名称对直接受到影响的人们而言，的确事关紧要。我们看到，有些疾病名称引起人们对特定宗教、民族、社区成员的强烈反应，对旅行、商业和贸易带来了不合理障碍，并触发了对食用动物的不必要宰杀。这对人们的生活和生计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一旦给疾病取了俗名，通过互联网媒体传播就很难更改。比如西班牙流感，西班牙国王也感染了此病，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提早结束。西班牙人自己则称呼是法国流感，实际上这种流感起源于美国。1918年第一波流感爆发，恰恰就出现在美国的农村，之后传到了堪萨斯州的军营。而西班牙的疫情也是法国的非洲雇佣兵传入的。但由于美英法是一战战胜国，国际话语权掌握在他们手里，所以这几国可以方便地辱西。2009年的 H1N1 大流感还是起源于美国，但美国坚持称此为墨西哥流感。特朗普，没人比我更懂流感，美国，没人比我更懂冠名。特朗普这次又说了，新冠是大号流感，他不说还没什么，他一说我们还真的严肃地查查，是不是跟美国有关了。所以，确定人类疾病时，一定要科学上合理，社会上可接受。我们知道，世界上第一例报告的艾滋病病例出现在美国，那病毒是不是应该叫美国免疫缺陷病毒？病征是不是要叫美国免疫综合征？或者干脆呢美国性病？被艾滋病夺走成千上万生命的非洲国家，很多人都坚信，艾滋病病毒是由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军方合办的一所位于马里兰州的实验室培育出来的，目的是降低非洲的人口出生率。还有梅毒、
起源于北美大陆，被西班牙人带回欧洲，又该怎么叫呢？美国人非常清楚这种随意冠名的危害，因此美国人很善于反击。美国电视台专门拍了一部纪录片，说考古学家在英国、意大利发现死人骨头上的梅毒痕迹，经过放射性鉴定，美国人咬定欧洲死于梅毒病的人早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意思就是别赖北美印第安人。世卫组织特别强调的是，应当避免的术语包括地理方位、人名、动物或是物种群，涉及到文化、人口、工业或职业和可煽动过度恐慌的术语。因此，中东呼吸综合征、西班牙流感、猪流感都是应该避免的。除了特朗普、蓬佩奥，还有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森、共和党众议院领袖凯文·麦卡锡等人，却坚持用中国肺炎或武汉肺炎这类带有地域和种族歧视的词语。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特朗普不尊重科学，美国政客不尊重科学。对，这样一群人领导世界第一强国抗击病毒，会是什么结果？他们一开始就把新冠看成大号的流感，虽然没有像英国那样群体免疫，至少把中国为西方赢得的时间全都耽误了。特朗普派出的抗疫总指挥彭斯是一个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个虔诚的宗教狂热分子。如果是在中国，一个信教的人被任命为抗疫总指挥，我很难想象会引起怎样的舆论。美国疫情失控，后果非常严重。美国股市已经在10天内4次熔断了，显示了投资者、机构交易员对美国股市的信心缺失。现在我在录像，还不知道今天晚上的情况怎么样。本来病毒的传播力和死亡率没有那么可怕，但现在造成了海啸般的经济灾难。特朗普就要转移国内矛盾焦点，把锅甩给中国，否则华尔街和恐慌的国民都会发泄在他身上。特朗普的一个特征就是无视国际组织，无视全球化的基本秩序，另一个特征是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他故意用中国病毒这个词，还进行狡辩，就是把两大特征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本色表演，不听世卫组织的，也不在乎种族歧视这个言论禁忌，所以他和中国外交官的言论是没有可比性的。彭斯也是共和党的保守派，他这次倒还没有站出来这么说，为什么？前面提到，彭斯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黑死病，也就是鼠疫在欧洲肆虐，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流行病，死了上亿人，在民众间造成非常大的恐慌，犹太人就是牺牲品和替罪羊。欧洲人指控犹太人投毒，开始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种族主义迫害，把烧死犹太人的暴行合法化。彭斯恐怕很清楚，碰这种东西就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我们在国内的中国人可能种族主义这根弦绷得没有那么紧，但在美国的华人、留学生就要非常小心了，麦卡锡主义的苗头随时会起来。美国可是一个私人合法拥有枪支的国家。3月17日，网上流传着一张截图，一个在美国公费访学的理工科博士后，给系里的所有美国教授写信，信中称他要为病毒道歉，网上一片指责。请大家先别急，我提一点不同的看法。这张图有点可疑，首先文字部分的背景这种质感，很像是修改出来的，我是老辟谣了，一看就觉得很像。第二，顶部有一个日期，是2019年10月，虽然还不能确定这个日期到底是什么的日期，但还是值得怀疑。如果代表了新发出的日期，那这张图肯定就是假的。如果是别的日期，那么就还不能断定是假。另外呢，即便确有其事，这毕竟是一个私下场合的表达，是他私人的事情，没必要什么事情都当作公共议题来讨论。比美籍华人演奏家蒋一文在朋友圈这种半公开场合程度要轻，而且这种种族主义压力下生存的危机感也是应该考虑到的。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在私下都是勇士，这里涉及到一个敌我矛盾的政治敏感问题。在美国，因为民主党主张为少数民族学生留出一定的教育配额，挤占了成绩最好的华人的教育资源，所以许多华人不支持民主党。但当真正涉及到种族危机的时候，共和党现在的獠牙露出来了。在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社会内部始终是分裂的，华裔作为少数族裔，
如果始终抱着侥幸心理，一味忍让，政治影响力就会一直上不去。相反，犹太人在大屠杀后早已觉醒，非常善于与利益集团周旋，直接参与到美国金钱政治的游戏中，因此在美国非常强势。这次新冠病毒可能会引起非常大的后果，中国已经基本控制住了疫情，现在要严控输入性疾病，但更要做好准备面对政治、经济上的后续压力。其实病毒同样会传染，而特朗普这个美国总统将是这种歧视病毒的超级传染源、超级传播者。想想看吧，虽然世卫组织早就提出了命名的原则，但中东呼吸综合征、西班牙流感从人类社会的字典里抹去了吗？这种政治病毒会一直潜伏下去，在时间中沉淀，在危机中爆发。请大家都重视特朗普中国病毒说法的危害，请每一个所谓理中客都理解，为什么中国不能有半点退让。今天的播报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请添加关注和点赞哦。